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我太渺小，被你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幻想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。保护你，用爱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1秒。我还没回返天国，福寿全归。不要给我一张5分1毛的脸看嘛，轻松一下，要不然会打击我的信心的。你知不知道你情况有多么严重啊？对啊，医生说你原有的骨伤都还没完全康复，现在又弄伤了，骨骼很难痊愈的。你这样子啊，很容易导致骨质增生的。骨质增生的话，下半辈子就难过了。我才不管呢！我觉得人啊，只要能走、能动、能吃、能喝、能拉，最重要是能想，那就行了。你还嘴硬，骨质增生很麻烦的，手尾很长的。那也是以后的事嘛，最起码现在我没事啊。行，是你啊，小潮州。哎，这是我的好兄弟小潮州，我弟弟阿周，6月。你好。你好，喂，你没事吧？你妈说你伤得很严重。做妈妈都是疼爱子女的啦，一定很紧张的嘛。那次在码头没人把你压死啊，你真幸运。说的是，那次都不死啊，更何况是这一次哦。你被压伤过啊？什么时候啊？他那次受伤啊，是完全为了女人。不过他这个大情人啊，也太没用了。人家是英雄救美，他是为了救贝壳。我保护海洋生物嘛。才不是呢，他最爱吃海鲜啦，还保护海洋生物。那些贝壳啊，是准备送给他女朋友的，到后来不知送给了谁，送给你了吧？现在是可以肯定的，他对你余情未了。阿信是对我很好，但这肯定是男女之情吗？你的人也够坚强啦，人家怎么打击你，你还笑得出，这种人少见。生活困难啊，不坚强一点那怎么行呢？哎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告诉他我住院了。没有啊。那你千万别说啊，免得他去找面包王理论了。知道了。哎，阿玲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会住院的？哦，前几天摔了一跤，扭伤了腰，所以就住院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大嫂。哎，你好像很久没回家了。是啊，你妈很担心你啊。我住在朋友家，你告诉他我很好，我没事，叫他不用担心。那你不打算回家？再看看吧，反正回到家跟他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讲，倒不如在外面自由些。不如跟我一块去跑船吧，可以走遍世界各地，自由自在的，而且很多跑船的都是同乡，大家互相也有个照应嘛。是啊，有份工作也算是有寄托嘛。再看看吧，大嫂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哎，你躺着，起来干什么？我没事了，想早点回去。你怎么可以回去呢？医生说你贫血还操劳过度。幸亏你是在巴沙晕倒，给人扶起。要是在家里，没人知道怎么办呢？我都没事了，
真的想早点回去。你回去干什么？大大有我照顾，你放心。你也真是的，你现在身上是2条命，还要跟人出去巴沙跑地牛，你摆一天摊能赚得了多少钱？能赚多少就赚多少。大大现在这个样子，家里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，你叫我们怎么生活？我都说过，你们的生活我会负责的。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，还想瞒着我去摆地摊呢？我不好意思再麻烦你。大大受了伤后，亲戚朋友都跑光了，只有你一直那么照顾我们。大呆是我的兄弟，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。我真不明白，大呆好端端的怎么会去跟人家打架？他去卖冰水，赚的虽然不多，可是一天有几块钱的收入，也够我们生活了。偏偏去参加什么私会党，害死人！你好好保重，给大呆生个健康的孩子。他已经这样，你不可以让他断后。你放心好了，以后你们一家3口的生活，我都会照顾的。像话了！现在这些人呐，要钱不要命，人心不一样，真的是变了。对付这些人不能够手下留情啊！如果是我啊，我就一脚踢死他。你越心软呢，他就越猖狂。好不好？回面包店了。哦。哎呀，我一看见他的鬼样子啊，我就叫起来啊，叫救命！哎呦，是我就怕死了。我才不会，怕的不是我。他一听见我叫，马上冲出去。哎，他真的很年轻啊！哎呦，我怎么看得清楚啊？你刚才说对着他大叫，你怎么看不清楚呢？是怕的不敢看吧？我以后也不再去逛金店了。哎呀，有钱呐，放到银行里去存利息，不是更好、更安全，是不是？你最近怎么那么空闲呢？整天去逛金店，陪6月去买东西吗？最近金价大跌，不买可惜。你是不是在替你们家6月准备嫁妆啊？不知道啦，他的事我让他自己做主。他都9号毕业，肯定比我会想。他会处理自己的事的。所以他们要结婚，我也不反对啊，只要他们正正当当，不要3心2意就可以了。喏，好像那个狐狸凤跟你们家的永安呐，多气人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家阿安呐，因为最近运气不好，才会遇上小人。唉，没办法的，家门不幸。走吧。这么说，你就等着做丈母娘喽。哎。我家头一次办喜事，你们可要来多喝2杯哦。周啊，咖啡拿过去。周啊，叫你拿咖啡啊，你还愣在那，等什么等啊？等接新娘子啊？
你来啦，进来坐吧。不了，我说2句话就走了。我想了很久，发现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我们分手吧，与其这样拖下去，对我们3个人都不好。我真的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事实，那就是我最亲的哥哥，他竟然生了这我最爱的女人。这事情对我来说是个阴影。如果我不走出这个阴影的话，我会永远的痛苦。你能够明白我吗？让你接受。绿叶你来了！我刚刚小桃州啊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，我再说多一次给你听哦。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们2个慢慢谈吧。慢走啊！干嘛站着？坐吧。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了？还是阿周又在你面前胡说八道了？你们2兄弟很聪明，很伟大。一有事情发生，你们懂得逃避。你呢，可以嘻嘻哈哈，乐天知命的去掩饰你的感情。对你不想见的人，你可以海阔天空，到处逃避。阿周不一样，要让事情往心里放。一旦事情发生了，他就钻进他蜗牛壳里。我呢，要往哪逃啊？你们只会懂得去怎么让自己变得更伟大，从来没有想过的感受吗？阿周，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昨天晚上来找过我，坚持我们要分手。他要跟你分手？要不是你当初自私，想要自己逍遥，不要被感情绑住，要离开这里，我跟阿周会变成今天这样子吗？我知道，是我不对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。妈，阿星，你没事了？我没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阿周呢？他出去了。哎妈，明天你到银行去，把钱全部拿出来，让阿周跟6月结婚。为什么？我看算了，我怕他们来不及筹备婚礼。这样吧，我出海之后，你就叫阿周赶快跟6月结婚，不要再等了哈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一定要逼他们结婚呢？没事。阿星，妈，回来了。你大哥他……好，哎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存折你拿去，把钱全部提出来，然后跟6月结婚。好，我不要，我的话你敢不听？拿去，我不听。这件事情由不得你做主，
我有我自己的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你每次都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啊！说要跟六月分手，害人家多么伤心，你知道吗？阿周啊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这么紧张，证明你还爱着他。你胡说！我对他的感情早已经冷了，就好像一杯没有味道的咖啡呀。更何况外头还有很多女人等着我，我根本不在乎一个9号。阿信，我不准你乱说话。妈，六月，还不快跟六月道歉？去啊！去啊！我今天来，需要把这个还给你。六，还不追啊？快去追，去追啊！阿周啊！你是不是嫌弃人家什么？他凭什么要嫌弃六月啊？我家六月怎么说都是9号文凭啊！他2只手捧来捧去，只不过捧6杯咖啡。是啊，你女儿啊，可以上7重天啊，替那个玉皇大帝修宫殿啊。她呢，只能下18层地狱，替那个阎罗王啊挖地洞。你说啊，相不相称？阿梅啊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哪有胡说啊？阿周你自己说，如果你觉得呢配不起6月，你就开口，不要耽误人家女孩子的青春。可是他们已经走了这么久，现在才来说不配啊？开玩笑啊！酱油瓶已经开了2个月了啊，现在才能说不合胃口？你说你女儿是酱油瓶啊？阿周，你倒是说说话。现在人家在谈你的事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我最讨厌人家婆婆妈妈的。阿周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们出去了。六月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六月，我要走了。去哪里？我要到香港去。我决定到表哥贸易行学习做生意。他安排我暂时到他家里住，这些时候我会找地方搬的。你不打算回来了吗？看情形，我们3个人应该各自分开一段日子，这样子才能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。这一趟，我要让我自己走得轻松，没有负担。我没有恨你，或任何人，我只想找个清静地方，让自己过自己要的生活。那天泡咖啡的时候，突然间想起，只要凭自己的心情跟味觉，才能调出一杯适合自己的咖啡。幸福是不能靠别人赐给的。我终于明白这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陪我度过一段美丽的日子。现在播报本地新闻：日前被警方全力通缉的睡衣独行道，今天中午2点再次出击干案。
抢劫海山街福满金庄，劫走珠宝首饰共值7900元，并连开2枪，射伤警卫尤斯里莫南以及金庄经理许振东。警方对此大表震怒，准备悬赏1万元捉拿嫌犯。外交兼劳。现在外面风声很紧，你要小心啊！黑白两道很可能都有人想把你刮出来。我敢约你见面，就证明我早就有所准备。想抓我讨赏金，也要有命花才行。咖啡我已经请你喝了，你要怎么帮我？你到手的东西，我全都要。我相信现在除了我，你绝对找不到第2个买主。我也知道你现在很缺钱用。好，我给你。什么？我3你7？我流血流汗，你就专门吃肉？你欺人太甚吧！我是欣赏你，所以才肯帮你。我相信，如果我走出这个大门，我肯定没有第2个买主敢要你这一批货。所以你就吃定我了？我就不信，没有你我就没有路走。哼，那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很久没有练习，都生疏了。你信不信我一刀就可以把人头砍下来？我对你老弟的身手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有时间好好的练练，派上用场的机会肯定很多。这次合作不成，下次还有机会。好，那后会有期了。新哥，新哥，新哥，是谁呀？是我。阿玲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最近报纸上登得很大的那个蒙面独行黑衣大盗，就是我。什么？你就是那个？你不用劝我了，我很清楚我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。阿玲啊，我真的很担心你啊。那你能不能暂时收留我，让我住在这里？我过几天就走。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现在黑白两道为了警方的悬赏，都在打我的主意。你是我最信任的兄弟，我只是找你帮个忙啊。阿玲，我曾经劝过你，不要向你的生命报复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你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有家回不得，偷偷摸摸的，你说值得吗？值不值得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大呆和他老婆的住院费和疗养费都要靠我来维持。大呆这个样子，是我连累他的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走？
等风声过了，我会把这些东西脱手，拿到钱，我会给大呆老婆安家，这也算了得我一桩心事。然后，我会跑到外国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没想到吧？从小跟你一块长大，住在同一个房间，隔着一张床的弟弟，竟然会是专门打响金钟的独行大盗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一直以为他思想简单，只是爱好强斗勇，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这个家，书读的最多的就是你了，也是最懂得道理的。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。你找我也是没有用的。不是吧？他是我们的弟弟耶，不能够坐视不理的。你不可以这么自私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有我的难处。我知道，也许现在我们帮不了他什么，但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兄弟，不能相反散沙，各管各的。其实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们兄弟3人，不像你跟阿周，我们始终无法心连心。我不了解他们，他们也不了解我。就算我有一天被抓，他们也不会知道的。你又闯祸了。我们的行动已经败露，有好几个同志已经被抓，我分分钟会是他们下一个目标。看嘅時候都小心喂，而家你小心嘛。我正在聽妖神之地啊，定係一種哥，是不是有空来找我？找我吧。是。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你没事别烦他。怎么了？昨天收到唐三的信，说大伯过世。是吗？爸爸和他的感情是最好的。对呀，所以今天我爸一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。爸爸，我听阿周说，大伯过世了。我已经给家里寄了点钱回去了。这件事也来得太突然了。在家乡的时候，他还跟我提起身体不舒服，可我以为是一般的老人病，也不把他放在心上。谁知道？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我是想告诉你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快拿风油啊！哦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医生说他习惯性耳水失平衡，很容易晕倒。我送他到医院去。快去！不让开啊！爸。阿林，那个人是谁？一个朋友。他来干什么？他已经帮我联络好买家，过几天我们在咖啡店交易。什么？在咖啡店交易？那你人来人往的，很危险的。万一出了什么事？不会的，咖啡店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地方，对那里的环境还有谁比我更清楚？万一真的不幸出了什么事，我也容易找到地方逃。你只想到你自己，不为他人着想，这子弹是不长眼睛的。万一伤害到那些无辜的，那不会的，不会。天底下的事连包公都不敢包啊！你别那么自私好不好？请你为家人想一想。我自私，我没有想到别人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呆跟他老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伤害到无辜的人。你知不知道，爸爸今天在店里晕倒了。爸爸怎么了？他一向都有耳水失衡的问题。5个兄弟当中，他最疼的人就是你了。你不要再给他添麻烦了，好不好？
你真的决定这么做？我不想老是被困在这里，我想尽快闯出去。只要我一拿到钱，我留下最大的一笔给大呆跟他老婆，然后我就走。我不会再回来了，你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我。 小心啊！还好我这个没给他。哦，那还好啦。哦，阿公妈，咖啡杯啊！打麻将有空吗？有呀。好啊，明天下午来。哎呀，明天啊，麻将。咖啡杯哦。就是喽。这样呢你。再来啊！哦，可以啊。 真没想到是你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。你敢跟我耍什么花样，我就把你毙了。毙了我收不到钱的。我说过，没有人敢收你这批赃物的。我是欣赏你，所以才肯帮你。 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金銮，你出卖我！ 金銮，你出卖我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放下你的枪，出来投降吧。是阿林，我们的孩子阿林，他在里头，他手里还有枪呢。阿林，啊！是不是？危险！让我过去啊！我儿子在里面呢。啊！你兵龙来啊！你让我过去，我儿子在里面呢。在里头啊！你当心！阿林啊，真的是你吗？阿林，我儿子在里面呢。啊！你兵龙来啊！你让我过去，我儿子在里面呢。在里头啊！你当心！阿林啊！妈！阿林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在妈的心目中，你是最好最乖的，你怎么变得连妈都不认识你了啦，阿林啊？妈，我是没办法才走上这条路的。什么没办法？你妈妈一直以来都很看好你，你可以做大明星，你可以出人头地的呀。爸，妈，
对不起，我没有，我让你们失望了。不会的，阿玲啊，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是最好的，你是我的乖孩子，阿玲。他妈，你错了。虽然我是你生的，但是你从来就没有很好的了解过我。你希望我成功，希望我出人头地，却从来没有很好的问过我心里想什么，要什么。你只希望我成功，却没想过我到底能不能做到。我是3两命的人，根本做不了5两的事。对呀，你不要这么说啊！别说这些了，快点出来啊，乖啊！啊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阿玲。是阿玲，你自首吧。不，我不会投降的，我不会投降的。不要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再跑就开枪！别跑！别跑！再跑就开枪！不要杀我！阿玲啊，阿玲别乱来啊！阿玲，放下看李小玲！别伤害小孩子，快把枪放下，投降吧！快放下枪！先生，你能不能让我跟他谈谈？让他过去吧。阿玲从小到大最服他的话了。小心一点，让他过去。你不要乱来啊！阿玲，阿玲，你真的很令我失望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李小龙的枪竟然会对着一个小女孩，还是自己的亲侄女。有本事你开枪，你打死他，他死了你也逃不了的。对凯琳来说，他一出事，家人就看轻他，认为她是一个女的，她没用。或许死了，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。而你呢，堂堂男子汉，你去过香港，靠自己的双手打拼，这么有用的男子汉，竟然会用枪对着自己的亲侄女，真的没想到。过去，大妈很看不起我，可是你还把我当成是兄弟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是今天，我也看不起你，因为你竟然拿枪对着我们自己人。别拉过去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李小龙的枪是不会对准一个小女孩，但是他也不会放下枪，向敌人投降的，对不对，新哥？那是电影，不是现实。对，在现实中，我早就不是英雄了。我是小丑，我是3两命的人，做不来5两的事，享受不起9两的福。我就是这种人，我天生注定失败。我想做很多事，
但是我做不来。不过相信我，我不想害人。如果做错了什么，也是被逼的。成功与否，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对待。我从来没怨恨任何一个人。我告诉我自己，只要能够活着，就会有希望。每一天能吃、能喝、能走、能动，就是一种幸福了。没失败，你还可以重新再来的。是站在荧幕上演一场好戏给人家看，让人崇拜，让人知道我是英雄。今天我做不到，但是我不想倒下去。不要让我倒下去，你永远不会倒。你放下凯莉，就一定是给他一条生路。你是英雄，你是个英雄啊！紧紧跟随，流浪何时停歇？谁能为你揭晓？也许它也是一种寻找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？谁知道？宁愿之前落